好，大家可能都忘了张献义这个人啊，80几岁了哈。那他曾经是中华民国的上校，中正理工学院毕业的啊。然后呢，这个在中山科学研究院担任核能研究所的副所长，那时候还不错啊，年轻啊，而且呢，这个那是本省人，那个时候蒋经国也是刻意啊，他们蒋介石啦，那个时候甚至最早的时候，他们要刻意要提拔本省的这个军事人才，让他们能够不要说，因为当时的时候外省人自己当军人，有的时候就叫自己孩子也去念军校，哦，所以呢，也希望省级在军队里面能够平衡。哦，所以就不自给他拔走，给他送出国啊，然后去念书，然后呢再提拔他啊，然后年纪轻轻就当了上校了，而且是这个核能研究所的副所长哈。那个时候呢，结果没想到呢，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就被 CIA 吸收，哦，吸收以后呢，台湾政府不知道哦，然后一路提拔他，升。那个时候呢，大概这个上面就交代说要研究核能，其实核能并不困难了，其实没有那么高深的学问啊。第一个也许困难，以后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哈。只是说呢，要有这个能力，不表示我们要做核弹啊，这是不要做核武。但是呢，我们有这个能力，就是必要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当时目标在这个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一直在强调说，我们不做核弹，不会做核弹，没有做核弹，讲的也不是假的，是没有做核弹啊。但是呢，在研究，那研究到他们认为说呢，快成熟了，要做可以做了。这个张献义呢，就把所有的资料都给 CIA 看，啊，那个 CIA 那时候还派一个人叫做马克，在台湾固定跟他见面，哦，吸收各种资料。最后呢，趁着蒋经国过世，然后李登辉呢上来，台湾局势那时候有点混乱的时候呢，就张献义叛逃，然后呢也保证把他家人接去，然后呢老美就派了一队专家到中山科学院的核能研究所，把他们翻箱倒柜，全部几乎是拆光光。因为我有同学在中山研究院里面做，跟我讲说哭哦，哭，因为几年的研究薪水、研究的心血全部付诸一炬，老美非常蛮横，把你通通拆掉哦，等等啊，就搞得就变成这样子啊。那所以呢，这个张献义他说，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不应该使用核武哦，不用使用核威，就不应该使用化学武器了哈。因为那个时候就知道说，台湾这么小，大陆那么大。哦，你要用传统军事啊武力陆军打是打不赢的。那这时候是不是有人就认为应该发展核生化武器啊，核电、核子啦，不是核电，核子武器跟生化。但有人觉得这个不人道，国际也不允许用生化武器了哈，就不谈了。那时候觉得说要有一个核弹啊，或是核子武器。那美国这些所谓核子俱乐部国家是这样，你没有发展成以前，他都压制你。等到你偷偷发展成了像北韩啊、伊朗啊，伊朗也快了，印度、巴基斯坦，他就没有办法，甚至还邀请你，中国也是参加变成核子俱乐部的一员。但是你没有发展成以前，我们一定压制你说你们不可以发展，为什么？你们发展会乱用，那你不会乱用，我们不会，我们大国我们不会乱用，你会乱用，所以就不准啊。所以呢，当时有这个东西，好是坏不一定，但是至少它也是一个嚇阻作用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张献义是中华民国的上校，是政府给你送出国，培育你、栽培你，然后你来干这个事情，叛逃哦，把资料交给 CIA， 让 CIA 来这个摧毁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设施哈，实在是很可恶了。我们看一下。20多年前，在华府一带和妻子逛街，特别留下照片。此刻他已经从台湾出走到美国。他是台湾核子工程学家、前中科院核研副所长张献义。7年前首度公开露面，谈到1988年携家带眷叛逃美国，同时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线人，向华府泄露台湾核武秘密计划，导致台湾核武发展被迫终止。现年81岁的张献义接受 CNN 专访透露，这根本称不上背叛，发展核武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自己也问心无愧，也不后悔当初决定，强调做对的事情也对台湾人民有益。他强调，我们都中国人，发展核武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想和中国发生冲突。使用任何致命化学武器或核武对他来说是愚蠢的想法，至少我们没有挑衅过中国，免去台湾遭受侵略战争。在部分台湾人眼中，恐怕还是很难接受，毕竟当年可说是终结台湾的核武梦。从核子平衡而形成一种所谓的恐怖平衡。可是万一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擦枪走火的话，那可能这个东西对台湾来讲就是会产生非常非常巨大的这种损失。多年后，时空背景不同，也还有人不认同。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认同，但是呢，
如果你的认同不同，你就不应该利用你的职务来背叛。今天的关键不是说你判断台湾应不应该拥有核武哈。那坦白说，台湾到底拥有核武要拥有到什么样的阶段，它才会有足够的嚇阻效力？或者它有了这个嚇阻效力之后，到底对台湾的政治或者是地缘政治是好是坏？我们觉得历史没办法回头，我们都没办法重新去估算这里面的利弊得失。那尤其是你的核武，其实它很多阶段，我有制造核武的能力，但是我并不见得有投掷核武的能力，这是两回事。那投掷核武，那它又有各种的投掷方式，不同的投掷方式，它产生的威慑力量也会差距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要直接讲说，有核武就等于有威慑力，或者是说有核武就会等于有造反的能力，或者各式各样的能力，都言之过早。但无论如何，张献义是中华民国军人。张献义当时呢是中科院的核研所的副所长。那中科院是一个什么单位？中科院并不是一个研究单位，它其实就是一个军武研究单位。它研究的全部都是军事武器啊，最先进的、最高科技的军事武器，全部都是中科院在研究的。所以你进了中科院，或是说你当时念中正理工学院，然后你要去研究。你就是研究武器，不然你还要研究什么呢？你除了研究武器，你还能研究什么呢？然后接着送你出国去念，再回到了中科院研究核研所。请问一下，中科院的核研所是研究说，哎呀，核子能源如何如何吗？当然不是啊。核子能源这些事情，全部通通都是台电在研究，有清大可以去好好的做研究。但请问一下，这个中科院研究什么？当然是核子武器啊。所以当 CIA 跟他这个去接触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已经看准了，反正你台湾研究归你研究，我不认为说我不认为美国不知道台湾在研究。台湾那时候透过南非啦，透过以色列啦，不管是取得原料也好，或者取得那个原型弹也好，其实我相信美国都知道。但是呢，他就是不让你到最后那一步。你到最后那一步的时候，我要给你全摧毁。这就是他用当下的地缘政治去判断你该拥有什么武器，不能拥有什么武器。那是美国的利益，那不是中华民国的利益。同样的，现在这个时间点，美国有美国的利益，台湾有台湾的利益。我其实觉得有的时候我也不太用什么美国背叛啊或不背叛。我觉得美国人根据他的利益去做他们的选择，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很多人会觉得川普今天我们熬4年就好了，熬了4年就不是川普了，没关系，美国就不会那么混乱了。No， 不要忘了，川普是50%以上的美国选民选出来的。那代表着美国的门罗主义，美国的这个强权意识，美国的重商主义是根深蒂固的。那么当他觉得当世界警察累了，他就要回来他的重商主义。川普只是这里面的代表性人物，今天没有川普 A， 明天后天还会有川普 B， 只要美国选民是这样子。所以无论如何，当你当了县民，你就效忠的是美国，而不是效忠中华民国，不是效忠台湾。今天不要用今天的格局去说你当初的决定是对的。同样的，台湾今天到底有多少 CIA 的县民？我必须说，真的处处都有。其实，以前说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现在小心美谍就在你身边。当然是啊，我们没有道理去相信任何一个国家，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利益，它的利益随时会跟我们不一样，本来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好，那我现在讲 CIA 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前2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有关于台积电到底应不应该去美国啦，然后台积电对于全世界的经济影响最剧烈的那一段期间。你知道台湾也有人呼吁说，台湾哦，如果一旦呢这个中国大陆呢打过来的时候，我们要自己摧毁台积电，我们要跟美国承诺，我们要自己摧毁台积电。这是一个专栏作家在媒体上面公开的呼吁。我看到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到底是美国人还是台湾人，还是你就是美国县民？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要抱持警觉的。川普改变世界改变得非常的快，全世界都在变动当中。那么当你的角色跟随着世界变动，跟随着变动的速度越快，我们就越安全。我这边想讲一个小小的例子哦。2月17号，欧洲议会
邀请了哥伦比亚经济学家 Sachs， 然后去欧洲议会访问。我其实听了很多的 Sachs 的这个演讲啊，因为我非常喜欢他。那他对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非常非常的深入，他对于俄罗斯啊，对于东欧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其实都充满了同情。他对于美国的单极主义一直是不以为然的。那因为他这一种发展经济学的根基，所以他一直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没有必要美国要跟中国为敌，这是他一贯的立场。所以有人会给他挂上亲中的标签，就是这个原因。那是他的立场，觉得你中国大陆并没有对外去侵略扩张，你有什么道理不能跟他和平共处？这是他一贯的立场。那今天稀奇的不是 Sachs 的言论，稀奇的是欧洲议会邀请他去演讲。Sachs 的言论啊，其实我看了那么多的视频，我不相信欧洲议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他是全球知名30多年了。那欧洲议会知道，但要邀请他去演讲，你觉得世界的风向正在怎么变呢？我们难道不能够去看清楚这些风向的转变吗？刚刚提到 CIA 哦，我其实长久以来在思考这个问题。台湾那么多优秀人，党政军的高层都是到美国留学的。今天如果你是 CIA， 你不想要吸收这些人吗？在他年轻的时候就会看他念什么，对不对？将来这个人有多少前途，就知道嘛，这一看就出来了。他们也有很多这个观察嘛的指标嘛。然后你在美国，对不对？他给你钱，然后保证你以后你的安全。美国嘛，对不对？所以呢，到底有多少我们的党政军高层是？因为这些到了高层都要去美国受训的不管去美国读学也好，去美国什么子参学校受训也好，什么都是这些有多少被美国吸收了？赵先生，我要不要补充一句？而且这些被他们看中的人 ，AIT 会特别关注，会特别加以提携。所以台湾到底共谍多还是美谍多？他们都是匪谍。继续再回来。好，现在谈大罢免哈，到底能不能以战止战？所以以战止战的意思是说，你罢我罢你啊。但是呢，这个有19件罢国民党的这个委员案还没有审完呢哈。那第一先送进去的有这个19件已经进入2阶了啊。2阶当然比较困难，2阶要联署到10%，1阶1%其实很容易的。其实1阶哈，任何一个议员都可以签到了，不要说动用到立委了，怎么会需要到这个？但是呢，这就没签到哦。那国民党要罢民进党的9件呢，是没有到这个1阶的门槛哦，9件都是民进党委员哦。那所以呢，这个但是3月3号到9号第2个阶段后送件的还要再审查哦，结果怎么样？现在不知道哦。那今天上午，因为他们这个士林北投吧哈。的那个年轻人有打电话给我们办公室的赖以任，所以说谢谢啊，因为你这样一骂，上礼拜一骂以后呢，哇，基层都激动起来了哈，所以呢，光这2天哦，6日2天，他们就这个增加了大概3000个人去联署，哦，然后万华告诉我，他们也增加了1600个人去联署，哦，那北投这边因为还有一个固定场所，万华那边是连固定场所都没有，是打那种快闪的哦，宣告明天10点在什么地方。明天10点他们在国光市场了哈，明天下午在什么地方？像没有一个固定地方哦。跟民进党他们每个人都有好几个联署站，所以民进党那个时候说很奇怪啊，我们摆了这么多联署站，我们都联署很辛苦，国民党没看什么联署站，怎么就联署成功呢？对，然后从这里开始怀疑嘛，就是你联署地方都没有一个固定地方，我去哪里联署都不知道，还问半天啊。上次有一个人就问我。哦，他在这个北投那边要联署，问我在哪里，我要去问张世刚啊，他连地方都不知道啊。哦，北投地方的一个医生啊，他问我，他不知道，后来他去联署了，知道地方人去联署了啊。那所以呢，国民党还说要以战止战，那你如果不能罢掉别人，你叫什么以战止战？你等着被挨打就好了嘛，对不对？然后呢，还说要精准罢免，那你就是联署这几个人，你都联署不到吗？啊，那所以呢，基层就说呢，因为高层并没有给资源啊。哦，像民进党罢免团体有资源呐，但他根本没有啊。那这个资源不管是直接民进党来好，是他的外围给，或是一些教会给，哦，不管怎么样呢，他都有资源了。哦，那虽然现在选罢法并没有说罢免可以去募款，但是行政院已经修改了，内政部已经改了。
哦，将来要修法送到立法院，但是现在法没有修以前，你还是按照旧法，现在是不可以的，你怎么会去募款呢？哦，那所以这个赖以任他是这个在罢免吴思瑶那边的召集人啊。那赖以任呢，他就说呢，他说现在路权的押金也要自己垫，不过这将来可以还的了哈，所以你要有活动啊。然后呢，这个办事处，因为有个地方嘛，也他自己很不容易找啊，找半天才找到一个地方。哦，那个地方也是他自己找的，钱也是他自己垫的哈，所以呢都要自掏腰包哦，所以就其实没有资源给他们了哈。那在北投士林罢免吴佩仪呢，2天收到这个将近，他们说差不多到3000件啊，然后吴思瑶有1600件，所以呢罢免团体也说民心力量无可阻挡。因为我讲告诉你，第一阶段其实在我来看是非常容易的，只是说呢你没有号召，你没有动员。你没有地点，当然就不可能嘛。哦，那另外呢，这个吴思瑶说我是平常心的，而且说奇怪的，跟现场状况有差别啊。我看没有，你看到现场是以前的现场，这两天现场不是那样的，这两天现场很热的啊，非常热烈啊。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的徐普跟陈志涵呢，也到吴思瑶的罢免站啊，要这个所谓什么地动山摇，他们每个都有一个。都有一个 slogan， 都有一个这个口号了哈。来，我们看一下。周末我们就已经收到了3000件的联署书，既然都要补件，我们宁可早一点开始准备。还没收到中选会正式通知罢免吴思瑶团体先冲高份数，但现在却发现疑似有人反串支持者。有一位男性，就是他自己呢带了就是大概4份左右哦，就是没有签名的单子，然后呢要我们的志工来签名。疑似绿营支持者，还好志工都经过各种状况演练，周末连民众党都来声援，像是民众党团主任陈志涵和副秘书长徐辅都现身。而住在中正万华的民众党发言人吴怡轩也到罢免吴佩仪摊位，被认为是另类蓝白合。反观自家人，传出蓝营基层就抱怨，党中央虽然下令支持罢免，却只会喊口号，连志工便当钱水资都不出。看到青绿团体资源充足，年轻蓝军很难不灰心。我相信党中央有他们的节奏，有他们的步调。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人事的部分都是志工，所以这个还好。申请入选的部分，确实那个押金是我们自己出的，但是因为那个押金会退还，所以其实目前为止，我觉得都还 OK。尊重党中央脚步，但与绿营相比，也许党中央确实还不够力。何况目前9件蓝营青年推动的民进党6罢免案都没达标，王宏威就认为党部要负起责任，大家各司其职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好吧，这个季凯委员怎么看？刚刚我们在谈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困境啊，会不会是台湾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你看民进党现在全力都在冲这个大罢免，何其这个讽刺的一个事情。那当然，在野党本身也要争气啦，也要不要被民进党骗了？民进党都讲说这是一个民团，对不对？国民党还真的就放了，好像是民团或者民间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赵大哥那个骂是有用的。赵哥骂完之后，应该多骂几句，看起来是已经冲上来了。你看一开始，你看在野党都泄气啊，19-0哎。你说棒球比赛虽然第一局才刚开始，可能后面有机会，可是第一局就被打了一个19-0，已经快被打爆了。所以现在慢慢的看起来有气势，有慢慢这个回来了。我看到一个人蛮特别的哈，我看那个资深的那个李贝贝哈。我们的资深的那个气象主播李贝贝、李富成都出来联署要罢免这个吴思瑶。选区里。对啊，对，在你们这个选区嘛，对。我记得有几个比较指标性的民间人士出来，那个整个士气是会大振的。好，那祈福跟这个志涵他们也去联署了。我觉得慢慢的，当这个赵大哥骂完之后，我相信这个在野党慢慢的也自己会冲上来。我其实不是骂，我是想刺激一下，提醒，要不然你就不要说你要一战子，你不讲也可以，对不对？我就。阻挡嘛，对不对？或者说你罢免是不对的，那你自然喊出要止战，一战止，那你一罢止罢，一罢止罢，一战止战，那你总是，而且是朱立伦喊出来的，还不是别人喊，你党主就喊出来，那你就达不到，不是笑死人吗？大罢免这个最重要的哈，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违反民意了。你去看最近有做过几次民调，第一次做的时候，7成2的民众清楚跟你讲说反对大罢免，最近又做了一次。差将近6成哎，清楚跟你讲说弊大于利。可是你看，民进党就是要去推翻那个整个那个民意啊，挑战民意啊。然后大家都认为说他回来去面对整个国际新的这个乌克兰这个困境，他也不要啊。所以我觉得到后来人民应该慢慢那个整个声势会起来了。包括现在大家也在笑嘛，就说民进党讲什么那个老柯，我今天本来一直在注意啊，老柯不是讲说万年总召柯建铭说今天那个赖清德要登场吗？
他说最大咖的最后就是要一个登场，就是今天啊，到现在好像看起来都还没有出来。民进党立委出来否认啊，否认了。对啊，所以包括王世坚都讲说不要那个老柯不要在那边说三道四了，对不对？现在问题是。老柯讲得很清楚嘛，他们经过5人这个小组去年2月就都已经讨论完了嘛，对不对？他们什么时候要制造议题，然后最后民进党整个包括总统要出来，好，党主席要出来，整个冲刺。我觉得在野党要好好去准备去硬仗了。我刚才特别问小牛，你看小牛这么优秀，然后他高票当选了，可是你看他被联署民进党开始这样罢免他的时候。你立法院的问政受到多大影响？一定要回访，对不对？然后等于是重选一次人，那个是对整个那个比较优秀的立法委员是一个多大折腾，而且是对我们人民的侮辱。我们本来投一个立法委员就投4年啊，民进党现在1年才刚过就要罢免，太没道理了。我那个脸书发表，其实想刺激一下，叫大家出来。2个钟头以后，国民党的侧翼就开始骂我。在这个网络上片名一篇接一篇，我一看就知道是国民党的侧翼嘛，而且我们知道他们是国民党的侧翼嘛。真的，我是都你看民进党家那个民团多强，然后曹先生很有钱可以去帮忙。就说我很赞成，就是说，因为国民党有国民党的为难之处，不是没有，因为国民党的基层呢是真的很不想要搞罢免，这是事实。好，到现在哈，就在刚刚不久，我再去看啊那个媒体上的调查哈，就比较青蓝的媒体，它的网络大投票哦，我还是。70%以上是反对罢免的，最好都不要罢了。对啦，所以因为呢，国民党的基层一直有一种这种心态，所以呢，你说民进党在那种2月1号正式可以罢免之前的偷跑啊什么的状况，你那个时候要叫国民党的人说，你看民进党已经在偷跑了，你要赶快去准备，其实确实有困难。但是你再怎么困难哈，我很认同刚才大家评论的一件事情，今天呢。党主席朱立伦出来讲说我们这个反制恶霸，我们要以霸制霸。那你作为将军、总司令，你呼吁了，你就要有因应的行动啊。好，你要不然就不要呼吁啊。结果呢，你呼吁了大家也开始转向了，也改口了，也觉得说好，那既然这个热战呢，不只是说在保护像刘许婷这样子很好的国民党立委以外，不要让他被罢掉以外。对于民进党的立委呢，也要进行攻势，也要把他们拉下来。大家已经有了这个期待的时候呢，没想到第一阶段真的很落亏。我觉得是这样子了赵先你也不用难过说，我没有难过，完全没难过。你抛出来谁支持谁骂你，我完全不在乎。我讲政治呢都是要看结果。因为呢，虽然蓝营的侧翼骂我，但下面的留言都是支持我。对，一般人都是支持。而且更重要的是，本来他这个不管第1阶段、第2阶段，我觉得趁机也让我们观众朋友更加了解一下。2个阶段都是可以补件的。好，当时呢，那个民进党所支持的公民团体在罢谢国良的时候，他们的1阶段跟2阶段，他们都是靠补件才过的，他们当时第1次都没有过。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说国民党，我们太了解国民党了。你别的不讲呢，国民党的基层的党部的志工团体、妇女会、什么青商会、什么青年军什么的，你真的如果这些部分真的下去动员，你现在那9个要在10天之内，因为他们的补件说是你没过之后，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收到补件通知，收到通知后，所以他们是收到通知后的10天，所以这个要补件非常的容易啊。那个今天中午我跟他医院联络了，我们下午就把我收到的东西都就给他。那我们就想，我今天早上都在服务处，大概从早上9点10分开始，就络绎不绝，就都一直持续有人来签署。那对啦，你也不要装了啦，那个服务处就出来联署了啦。我们一直在联署，其实刚开始我们就是来这样联署，是人民团体，我们也算人民团体的一种，也是。然后就是这样开放。那今天就联署的整个早上很热烈，所以我中午就打个电话给赖以任，就确认一下现在他的份数手上有多少。是这样的，做一个解释啦，为什么要这么赶？因为要去赶在旧法适用之前，一定要送件。一定要送件，所以当时送件的那个数量呢是够，但是你想，他一定会挑你难关嘛，所以现在这两天呢，把它累积起来，大约这边收到了3000件左右，
然后我这边早上办公室3000件是新的还是新的？周末新的，这2天，那这样保证过了。我自己办公室又给他再将近500件。所以这样整个这样合起来，就第一阶段就基本上你再怎么挑鸡蛋、捡骨头，都应该过得了。本来为什么国民党要求看身份证？他们这为什么被退那么多哈？几百份呢？是上千份？因为很多热心的人在别的区也来联署。对，他也跑来联署，那一对就不对嘛，你户籍不在这里，所以就白做工嘛。所以为什么本来要对个身份证？到底就是说你到底是户籍在这边都要搞清楚嘛。那你现在不让他登记，就变成大家做白工，变成这样。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上次呢，绿霸蓝有19个通过了，刚刚得到消息呢，又增加13个国民党委员，第一阶段过，就是国民党委员到现在有32个都通过了，哦，那接着就看补件到底补得怎么样吧，啊，好，那么另外呢，这个柯建铭说呢，赖清德会大登场，所以呢，大罢免、大民意、大成功，哦，那就是赖清德会登场。总统方面说，哦，我们没有这个规划的。哦，那柯建铭为什么一直讲这个话呢？他说他柯建铭使命感跟焦虑感让他要讲这个话啊。那另外呢，这个柯建铭说本来是预告今天2个礼拜以后嘛，今天就要大进场，结果党内泼他冷水哦。然后许志友委员说呢，时间还没有到，这个还不是赖清德出马的时刻了，时间到了自然会出来，但是现在还没有要出来了，现在这么早，真的到罢免到8月底啊。8月中到8月底，因为2阶段60天，2阶段过了以后还乱七八糟搞到了8月底，所以呢，赖清德需要这么早来呢？当然是最热潮的时候、高潮的时候下来嘛。那所以吴思瑶就讲说，如果罢免成案，赖清德会出面力挺受到恶罢乱罢的民进党委员啊。其实最好就都不要罢了。那你今天说国民党罢你就是恶罢乱罢，那你罢免国民党委员不是恶罢乱罢吗？不是一样吗？叶元之1月13号当选，2月就开始要罢他，那他根本还没做，你罢他什么呢？只看他说当选的票比较少，对不对？看是没有办法那个趁机把他罢掉，那这不是恶罢跟乱罢？所以最好都不罢不就好了吗？哦，根本也不用以战止战了，就消弭于无形，像陈水扁，无形像陈水扁这样讲的，无形之中就大家不罢就好了吗？陈水扁说了，大罢免将有政治后坐力，哦。为什么呢？陈水扁讲，我那个时候也是少数啊，政府是少数啊，立法院是国民党是多数，那还不是现在分成蓝白，那就国民党一党独大在立法院里面，对不对？他开始用了请唐飞当行政院长，也是希望化解这样的这个冲突嘛。以后呢，他也没有说要罢免啊，想办法要尽量去协商啊，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呢，陈水扁说这个连美国民主老大哥日本都没有这样搞，全世界没有这样搞的啦，全世界真的没有这样搞的。靠选举有的时候推翻是有的，但是没有说刚当选1年就开始搞罢免哦。要注意政治后坐力，要注意后遗症，而且这是冤冤相报，人家讲冤冤相报，冤冤相报何时了？他是接受这个贺龙夜夜秀的访问了哈。那他说呢，现在面临朝小野大呢，他当时也是这样，但是从来没有想到去罢免人呢，哦。他说当时也没有证据像这样对立啊，所以呢，立法要监督制衡，反对行政都是很正常的嘛。这个我民进党当在野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几个人从无党那时候开始跟你闹，几个人闹了立法院大乱呢，他们跑立法院记者都知道，那是他的权利啊，他的正当性，你就闹嘛，对不对？那最后表决那没办法，就看席次嘛，民主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他就说这个。在野党，你现在说他审预算不应该监督，不应该删，那你要他审预算干嘛？花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他辛辛苦苦选来是白干的，那他谨守他的责任嘛，那是他的职责嘛。所以呢，你现在说这个要罢免，其实不是，你在审预算之前就已经开始发动罢免，哪是跟预算有关呢？根本没有嘛。来，我们看一下。
按规定，4号中选会将公布第2波一阶审议。中选会表示，若有相关进度，会进一步说明。3号这天也是先前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说，总统赖清德一定会开记者会的日子，却没见总统出面。那如果说最终如果说真的罢免成案了，那当然党主席一定会出面来力挺每一个受到恶罢跟乱罢的党籍立委。还没等到总统登高一呼，可能也是在看对手脚步。好，那么贺龙夜秀，贺龙去访问陈水扁了啊，陈水扁还说天下之大不能独占，不是一时之爽啊。事实上古人就讲了哈，天下之大哈，非一人所能独治哈，本来就是这样，是要大家共治，大家一起努力了，一起为这个国家来努力了哈。来，这个杨刘怎么看？基本上现在民进党当然了，就是有2种说法了啊，有一种说就是柯建铭总召的使命感跟焦虑感啊，去驱动他去主导这次所谓的大罢免。那么另外一种说法，以现在的发展趋势来说，越来越多人相信，这基本上就是赖清德在背后下指导棋嘛。好，然后互相跑位，当然就是因为选输了，想要翻桌，不服从这个3党不过半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要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夺取政治的权利。陈水扁总统讲的话，叫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治。特别是他曾经在执政的时候，也面临所谓朝小野大的状况。在中华民国的宪法设计上面，这个我们不像内阁制的国家，内阁制的国家因为多数党阻隔，所以它的预算跟法案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如果真的出现了问题，你透过一次性的重选，确保下一个上台的阁揆他也有多数党的支持。可是中华民国的宪法设计并没有所谓多数党阻隔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设计。换言之，你要解决朝小野大的宪政僵局，倒阁从来就不是一个方法。那实际上方法是什么？只有沟通和协商。我前一阵去了一趟东京访问，问了自民党的议员，他们这次席次衰退，也没有办法过半。我问你们这样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审预算，我们头也很痛啊，可是我们硬着头皮该协商，该采纳在野党的部分建议，该做的要做啊，因为大家国政优先，所以大体上不会因为朝小野大造成国政瘫痪。人家日本做给你看，请问陈水扁总统过去的时候，他也是用协商的方式来处理啊，要不然国政寸步难行啊。可是显然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完全不是这样子的格局跟视野，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宪政的素养。那你用冲突的方式，即便国会的生态改变了，请问这个撕裂的社会能够让你顺利的推动国政吗？现在的大罢免已经浪费了大家多少的时间跟资源了？赖清德总统的任期已经过了1年了，还有几年？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民进党政府的国政方针跟蓝图？什么时候才有实践的机会？一定要先终结这种莫名其妙、无聊的政治恶斗，才有机会大家坐下来好好讨论国政。当时国民党立法院的重要的党编之一的，就跟我讲说，他们说立法院本来有意要发动罢免陈水扁的了，陈水扁怎么办呢？就把他请到家里，待制若上宾，跟他沟通，跟他拜托啊。那你这怎么办呢？这民主政治本来就这样嘛。来，廷飞。其实我想从赖主席、赖总统他的态度，我相信从过去到现在都一致的，包括我们在中常会的时候，他其实3声5令说，基本上对于这现在大家在提的这个罢免的部分，完全就是尊重民间的声音跟力量哦。那这个他本人是以这样的一个尊重态度，所以你说他会站到第一线，然后去号召，我觉得这个几率非常的低哦，因为我们是从他几次在中常会所谈的话，还有他所立的这个态度非常的清楚哦。那其实罢免的议题，其实在现在各地方已经变成是大家这个茶余饭后会去讨论的议题哦。那当然这个议题讨论之后，它到底变成的是一个政治风暴，还是真正的可以把所有在政治的3党不过半，能够让我们在立法院好好的坐下来，一起讨论我们的政策跟议题。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就是说在这个态度当中，到底人民的力量到了第1阶、第2阶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够完成罢免？因为1阶我想比较简单，要完成1阶的联署比较简单，人数没那么多。到了2阶才是关键，人数比较多。那到了2阶，甚至如果到了投票，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
我觉得因为人数那么多，你说1个、2个、3个、4个，可能大家的 focus 的焦点。可是你现在整个大罢免，我相信现在国民党看到这个都成案了，几个立委都成案了，然后现在在今天又有追加了13位，那我相信最后国民党也会在第一阶的部分，在各地去设摊。那设摊之后，因为第一阶段说真的，国民党在处理这个所谓罢免案，可能真的是没有在地方所谓设摊，然后都是用这个抄写资料的方式，所以现在很多资料被抓出来都被推荐，因为这个对照下去，确实他都说没有啊，我没有去联署，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就会变成很诡谲。那到底在第二个部分，这个国民党会怎么做？是不是真的就是变成国民党、民进党到处去设这个民间的团体到处去设？那现在是国民党的这个民意代表也都站到第一线了，所以到底未来在整个政治氛围会怎么走？大罢免会影响到什么的一个政治生态？我觉得现在大家会观看当中。给大家复习一下了哈，就是第一阶段罢免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这区选民的1%联署就1%，第二阶段10%联署难度就比较高了，哦，因为它不是像真的选举每个地方都有投票所，它这个摆摊再怎么摆也有限嘛，哦，所以呢第二阶段不是那么容易，而且那时候可能大家还没有动员起来，那等到第3阶段就真的投票是25%过门槛，就是1/4这个选区的选民有1/4去投票才能过门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曹新成到底有没有捐款给清大？哈，好像变成这个消息一直不断的改变啊。那像个罗生门哈。那曹新成原来说要告翁小玲啊，那现在呢说呢捐款给联电呢不是我没有承诺哦。那所以呢现在说骂清大跟翁小玲呢合谋来统战，这是老公的统战。哎。清大跟你统战什么呢？哦，所以他们有人讲说，战完台大战清大啊，那都是好学校，对不对？你搞它干什么哈？那现在说有6个版本了啊，6个版本呢，这个反正就变来变去嘛，变到最后一个版本就是说我没有捐，我没有要捐。哦，至于联电或者联电基金会要不要捐，他的事情跟我无关。哦，我并没有说要捐，所以你们找我要什么钱，问我干嘛呢？哦，我没有啊，哦。那谢寒冰就说呢，曹新成想了美名30年，哦，就是说啊，他好啊，捐钱给清大博得美名嘛，哈。他说呢，这个到底哪一句能信呢？你现在变了6次，哪一句能信？那黄世修是从公司法来讲的，说你下棋输了，等于你等于你赌，不管是赌博也好，打赌也好，你输了嘛，是你个人的债务嘛，哦，那个人的债务。那为什么由联电来捐啊？不管是联电公司还是联电基金会，说这是不是公私不分，用公司的款付私人的债哦？不管是赌债啦，或是这个负债啦等等哈。那所以呢，他也把曹新成的6次的讲法拿出来啊，而且说你们这样搞哈，5个人包括矢板明夫、周宣、吴洪仁、曹新成、一干人啊等等呢，可能都要，如果真的查，可能都要收传票啊。那曹新成很气，反呛说：“你们没有捐的，你们什么有资格讲话？没捐的没有资格问。”哦，那因为大家问他说：“你要捐30亿去抗中保台，到底捐没有？”他说：“你们有捐吗？你们没捐就没有资格问。”哦，我们看一下。联电创办人曹新成回应了国民党立委翁小玲的指控，澄清在30年前的清华大学捐款事件。他在脸书写道，当年清大前校长沈君山曾请托联电资助校务，他以为其胜负决定了捐款金额，最后联电依约捐出了1500万元。后续联电更为清大捐资新建电机资讯馆以及君山音乐厅，总额超过2亿台币。曹新成说自己从未承诺个人捐款，翁小玲却指控他失信。清大还配合回应，他也痛批这样的手法和中共斗争模式如出一辙，并且是点名清大前校长陈立俊亲中舔共，质疑清大内部已经被渗透。你去看，
曹兴诚从这个中国的这个女朋友的事情，那时候讲话就颠三倒四了，一下开始说不承认，到后来说你们说可以把我的中国女朋友把它挖出来，到这次这个捐款这个事情，已经有6次前后都不一了，前言不对后语，那他推动了这个大罢免会有公信力吗？为什么大家跟着他跑呢？只是他付钱吗？为什么那么多人跟着他？这样的大罢免有怎么样的一个有什么多人愿意跟在旁边？最离谱的是这一次最后一个讲法，那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当初他去跟沈金山，就是清华大学校长沈金山下棋哦，他下输了多少子，所以为什么会跑出那个1500万出来？他个人去下棋，那时候后来他捐的这笔钱还沦为美谈哦。那时候你看媒体报道是有多大，说曹兴诚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下棋的同时他又捐款的给清大，他享受了一辈子的美名，结果现在被揭开了，一共基本上不是我的钱，是联电的。那我就要问啊，第一个，你悉尼下棋的跟联电什么关系？第二个，你为什么可以用联电的钱？你为什么可以用联电的钱？你这里面有没有侵占的问题？第二个，联电是个上市公司这怎么对得起股民？所以这个有没有法律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事情很严重了哈。然后另外我提醒一下，刚刚田辉在讲，他说你们在中常会的时候，你们的党主席赖清德总统一直在讲说这是公民团体的事，这有多少人相信？那不是你们的柯总召都已经戳破他了吗？把他露馅了吗？他是要拉赖清德带总统下水吗？更重要的，他已经讲了5个人都已经约好了嘛，我们就等看哪一天。今天我们等了老半天，没有压轴登场嘛。可过几天，我相信大家会看到赖清德赖总统出来压轴登场，去推动大罢免。田培伟，我想这个部分总统府都已经回应了。那本来总召所讲的时间也并没有看到我们总统主席有做任何动作。然后其实我想现阶段大家都很清楚每个人在每一个这个位置该做什么事。我想罢免的事情本来从过去到现在，民进党的态度都一样。我想经过了那么多次的罢免，也不是这一次立委才被罢免，那已经那么多次的罢免，民进党的态度都一样，都是由民间团体所发起的，绝对不可能在这一次这种大罢免，你说主席站到第一线，我相信这个所谓的在把这种罢免变成是政党的一个斗争，我觉得人民也不能接受，所以就是让人民自己去处理。凤馨。翁小玲在担任立法委员之前，他是清大的教授，所以我觉得他会去质疑曹兴诚这件事情啊，是因为他在清大，我相信教授们彼此之间已经传言已经很久了。你在那边不断的跟人家讲你多么的清高，你多么的爱捐钱，但实际上面承诺的捐钱是一回事，实际上的动作又是一回事。这件事情的源头就是要质疑曹兴诚的诚信问题，他的诚信一再的破产，不管是他在中国大陆的小三女朋友的问题，或是这个捐款的问题，乃至于之前他去中国大陆投资，然后后面又说啊，那跟我无关。那么他的话语永远变来变去，然后从来都没有一个底线，然后让我们知道说，到底你什么时候是一句话就是真的。其实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大家开始质疑说你到底有没有捐给清大1500万的时候，他第一时间的反应是说，我支票开给了沈君三，但我没有指定要捐给清大，也许沈校长就拿去做公益了。我其实当时非常的愤怒，因为你就是死无对证，然后要去把沈君三的名义，然后跟你自己去陪葬在一起。现在你自己打脸了，说跟你自己的捐款无关，所以你没有给那张支票。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拉沈君三已故的沈君三来跟你背书呢？后面说这是清大捐的，我必须说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几乎每一家大型的公司在台清交都有捐款，因为他们要大量的吸纳这些人才。你要知道台清交成他们的人才能够去哪一家公司，就是哪一家未来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机会，所以每一家都有捐款啊，台积电啦，什么联发科啦，什么联电啦，你联电是不是捐最多的我不知道，但是每一家都有捐。那你现在讲说联电有捐，我相信联电一定有捐，因为没有一家半导体公司在清大交大没有捐款。可是你1995年下的棋，你现在跟我说2001年到2005年分5年捐1500万，那我就想问，那你1995年为什么要打到2001年才开始兑现呢？更重要的是，陈立俊校长为什么会公开场合那么感谢你？
陈立俊校长有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曹兴诚这样跟我讲，我就相信了。”所以你到处要博美名，但是实际上捐了没有？不要去呛别人有没有捐钱，因为别人不会要这个美名，别人不会去说这个谎。今天的问题是有没有说谎呢？小牛，这一个事件6个说法，信用破产基本上就已经是事实了嘛。就如果曹兴诚讲的是真的，那他干嘛不一开始就这样说就好了呢？就说我没有捐，但是联电有捐，然后拿出证明，这个事不就结束了吗？对啊，他某一些层面也可以保留住他的美名，他只要有交代他怎么跟联电来合作做这个事，不就好了吗？那为什么变来变去呢？就是因为这个人满口胡言嘛，拿不出真正有捐款的证明嘛。所以开始一套一套，每丢一套就被打脸一次，每丢一套被打脸一次，到了最后只好硬是搞出一套。因为联电就像刚刚凤青姐讲的，大家各企业本来就有在捐助学校，他就要玩这种欧量 C 斗偷换概念的方法，去讲出一套你没有办法求证的部分，然后到此为止，他要止血啊。为什么他要止血？因为现在大罢免的焦点在他身上啊，是由一个由政治诈骗集团领导的罢免行动，他越陷越深，整个罢免就没有任何公信力了。曹兴诚现在的表现啊，用一句台语来讲最精准，叫做“更小灯熊皮”啦。好，他这个前后不搭的乱七八糟的讲话，就是使得他公信力越来越差。现在还有人要去吹捧他，还有人要去跟他照相。我必须说，这些人头壳坏掉了，头壳坏掉的人还不少。曹兴诚就典型啊，你说一个谎，用10个谎来补啊。然后呢，你做第10个谎，你忘记前一个谎是讲什么了，所以他就所有的事情都前言不对后语。那我觉得曹兴诚从过去30年就神坛走入地狱嘛，那到现在讲的话，大家都觉得他变成一个笑话，没有一个人还是把他的话呢当真。那你想说没有捐钱的没有资格问啊？那你有捐钱，那我们大家问你啊，那你就回答就好了。那你过去打那么多说你又做慈善又这个捐公益，